罐头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，很多食物都会用罐头装。有些朋友在开罐头的时候很难打开盖子，对于很多小女生来说就更难打开了，或者是手臂不够力量的人开这种罐子也是比较困难的。其实开罐头瓶盖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我是今天才知道，原来罐头瓶上也有个小机关，轻轻一拧就能打开，方法简单又实用。今天小编教大家几个开罐头盖的小妙招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具体了解一下吧。打开罐头的第一个巧妙方法，剪刀撬开法。一般我们最经常使用的就是用工具撬开它。大家在借助工具的时候，最好是利用剪刀之类的工具，因为剪刀这种工具比较坚硬，更容易把罐头盖子撬开。大家在使用剪刀这类工具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，不要伤到我们的手。因为用剪刀撬开的话，需要用到的力气也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打开罐头第二个巧妙方法，我们把罐头拿过来，倒着拿在手上，稍微摇晃一会，让罐头里面的物体流动起来。接着我们用手掌拍打罐头的底部，稍微用点力，手掌心位置稍微鼓起来一些，这样拍打的时候就可以减少手掌的疼痛感。这样大概拍打个半分钟左右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开罐头的原理是比较简单的，在我们频繁拍打罐头的时候，外面的盖子受到震动，就会慢慢变松，而且在拍打的过程当中，也会加快罐头里面的气体往外面溢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减少罐头里面的真空压，里面的真空压力少了。这样在我们在打开盖子的时候就变得轻松多了，拧一下就可以把盖子打开了。30秒过后，我们把罐头慢慢的竖起来，用手握住盖子，拧一下就可以轻松打开盖子了。用这个方法来开罐头也是比较方便的，不用蛮力就可以轻松打开。学会了之后，下次开罐头时，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试试，方法还是比较实用的。打开罐头的第三个巧妙方法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罐头瓶上面的这个小机关，而这个小机关就是盖子卡口的位置。罐头瓶之所以盖得非常紧实，是因为盖子密封，隔绝了里面空气和外面空气的接触。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，就能够轻松打开盖子了。我们只需要斜着拿起玻璃瓶，轻轻用盖子敲打桌面，一边敲打一边转动瓶身，敲打1-2圈就可以了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盖子变松，使里面的空气排出来。接着我们把瓶子竖起来，就能够轻松打开盖子了。非常简单实用的一个方法，平时开盖子的时候，小编基本上都用这个方法，不费力气，不伤手，很轻松，方法非常管用。打开罐头的第4个巧妙方法，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个体比较大的罐头，不方便拧开盖子，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了。我们把罐头倒着放在容器里面，然后在容器里面倒入大概70度左右的热水，水的用量要没过盖子的边缘，让罐头的瓶口处完全浸泡在热水里面，大概浸泡个30秒左右就可以了。这个开罐头的原理也是比较简单的，当我们把罐头瓶口处浸泡在热水里面的时候，盖子遇到热水也会慢慢发生膨胀，而罐头的盖子一般都是铁的材质，铁的膨胀速度比玻璃材质的要快，所以外面的玻璃材质不会受到什么影响，我们打开盖子的时候就会变得轻松很多。30秒之后，我们把罐头给拿出来，就可以直接拧开盖子了。用这个方法来开盖子也是比较方便的，像一些力气比较小的朋友，
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开盖子，轻轻一拧就轻松打开了。这也是利用了热胀冷缩的原理，开盖的方法也是比较不错的。有空的小伙伴，下次也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。打开罐头第5个巧妙方法，那对于这种瓶身长的罐头要怎么打开呢？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，首先准备一张保鲜膜，先沿着长边折叠，再沿着短边折叠，折叠成罐头大小的方块即可。接着用它盖住罐头的瓶口，一只手握住瓶身，另一只手轻轻地拧罐头的盖子，嘎的一声，盖子就轻松地打开了。这个方法也是棒极了，不知道的朋友还以为我在这变魔术呢。其实这个方法的原理是用保鲜膜增加摩擦力，轻轻一拧就能轻松打开了。打开罐头的第6个巧妙方法，我们要准备上一个打火机，并用打火机在罐头盖子的四周给它均匀烧上一圈。这里要切记不要只烧一个位置，一定要旋转着烧罐头盖子，慢慢的烧，持续1分钟左右的时间，然后停止。通过热胀冷缩的原理，罐头盖就会因此而膨胀，这时我们只需轻轻一拧，就能很容易将罐头盖给打开，一点儿也不费力气，非常的实用。但在操作时，使用打火机要小心一些，防止我们的小手指被烧伤。打开罐头的第8个巧妙方法，敲击法。这个方法就是敲击瓶盖的边缘部分，也就是一圈的边缘，双手握住瓶身，然后在不是很坚硬的地方敲击几下，比如说这个橱柜台面位置，用力不要太大，不然将玻璃瓶敲碎，很容易划伤手。这个方法重要的是多敲击几遍，再就是要注意敲击的位置是瓶盖，用力均匀，不断敲击，不断尝试拧动。以上方法大家学会了吗？家里有难打开的瓶子，可以试一试哦。这么简单的操作，是不是给大家省了不少力气和烦恼呢？生活还存在着类似的难题，我们只需要善于观察，发现问题的所在，并去思考它的解决方法，就能发现当中的技巧。当有了技巧，我们就能轻松地解决问题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。点开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